从获奖到影帝的语义跳跃，一条娱乐新闻往往会在极短时间内被放大、转述，甚至被重新定义。围绕肖战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的获奖消息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据多家媒体报道，肖战凭借在电影《德贤锦志》中的表现，获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男演员这一奖项。这个奖项本身具有明确属性，它由学生群体投票产生，体现的是年轻观众的喜爱程度与情感认同。然而，在部分自媒体或二次传播中，这一奖项被直接等同甚至升级为影帝。这样的表达虽然更具传播力，却在概念上产生了偏差。因为在中国电影评价体系中，影帝通常指代最佳男主角等具有高度专业评审机制的奖项。这种语义跳跃本质上反映的是流量时代对标签的依赖。当一个更具分量感的词汇出现时，它更容易吸引点击，却也更容易模糊事实边界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一直以来都具有其独特定位，它既不是完全商业化的评选，也不同于传统电影节的纯专业评审体系。最受大学生欢迎男演员这一奖项，本质上是一种观众投票结果的体现。它强调的是演员与年轻群体之间的情感连接，是被喜欢的能力。而最佳男主角类奖项，则更多依赖专业评委对表演技巧、角色塑造、作品深度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估。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高低之分，但评价维度截然不同。前者代表市场温度，后者代表艺术标准。将二者混为一谈，不仅会误导观众，也会在无形中削弱奖项本身的意义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肖战在当代娱乐生态中具备极强的观众连接能力。从社交媒体影响力到粉丝群体活跃度，再到作品的讨论热度，它始终处于一个较高的曝光区间。而这种曝光并非完全依赖营销，更来自于它与观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情感共振。在《德贤锦志》中，他所呈现的角色虽然相关数据尚未被大范围公开，但能够在大学生群体中获得高票支持，说明角色在情绪表达或人物设定上触动了年轻观众的某种共鸣点。这种能力在当今影视行业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，因为观众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内容，而是主动参与评价与传播。当影帝这一说法出现后，争议几乎是必然的。一部分观众认为这是一种夸大其词，甚至会影响行业评价体系的严肃性。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只是表达对演员喜爱的情绪性称呼。从传播学角度来看，这更像是一种选择性放大。在信息碎片化的环境中，传播者往往会优先选择更具冲击力的表达，而非最准确的描述。问题在于，当这种表达被不断复制后，它就可能从情绪语言转变为被误认为的事实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在面对娱乐新闻时，区分事实与表达方式变得尤为重要。围绕肖战的讨论，其实不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，更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整个娱乐行业正在经历的价值重构。人气与专业性真的必须彼此对立吗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流量演员往往被贴上情绪驱动、依赖粉丝的标签，而实力演员则被视为专业与艺术的代名词。这种简单粗暴的划分，在一定阶段确实有其现实依据，但放在当下语境中，已经显得越来越局限。因为观众早已不再是单一维度的接受者，他们既渴望被故事打动，也开始更加敏锐地分辨表演的层次与细节。换句话说，今天的观众不再满足于只好看或只会演，而是期待两者的融合。他们可以为情绪买单，但前提是真实，也愿意为演技鼓掌，但前提是不失温度。这种审美升级正在倒逼演员完成自我迭代，从依赖标签到构建真正具有说服力的角色体系。而演员自身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
越来越多曾被归类为流量的艺人，开始主动选择更具挑战性的剧本，尝试突破既有舒适区。他们明白，短期的关注可以被制造，但长期的认可只能依靠作品沉淀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肖战此次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男演员，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信号。他在观众端的连接能力依然强劲，但这只是起点，而非终点。如果未来他能够持续输出更具复杂度与深度的角色，用作品回应期待，那么所谓人气与专业，终将不再是对立命题，而会在某个节点上完成交汇。归根结底，真正决定一位演员价值的，从来不是某一次被放大的荣誉，也不是某一个标签的加持，而是时间维度上的稳定表达，一部接一部作品，是否足够真诚，是否经得起反复观看，是否能在观众心中留下持久的痕迹，这才是比任何争议都更有分量的答案。对于任何一位演员而言，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一条笔直上升的曲线，而更像是一段充满反复、试探与自我修正的漫长旅程。被观众喜欢往往是起点，却绝不是终点。观众的喜爱可能源于外形、气质、角色滤镜，甚至某一瞬间的情绪共鸣，但行业的认可却要求更稳定、更深层的能力，对角色的理解，对表演节奏的掌控，以及在不同类型作品中的适应与突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演员必须不断面对选择，是停留在舒适区，延续已经被验证成功的角色路径，还是主动跳出既有标签，去尝试更复杂、更具挑战性的角色。每一次选择都会影响其职业轨迹，也会逐渐塑造观众对他的认知结构。而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演员，往往是在多次打破自我的过程中，完成从被喜欢到被尊重的跨越。肖战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获得的这一荣誉，某种程度上正处于这个转折节点。它清晰地说明，他已经建立起与年轻观众之间的情感连接，这是一种极具价值的能力。但与此同时，这种被看见也意味着更高的期待正在形成。观众不再满足于单一类型的表现，而是开始期待他在角色深度、情绪层次以及作品选择上的进一步突破。因此，这个奖项既是肯定，也是提醒。它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当下的成绩，也照见未来的压力。接下来，他是否能够在更严格的专业评审体系中持续输出具有说服力的作品？是否能够在去标签化的过程中建立更加稳固的表演体系？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发展路径，也折射出整个行业在流量与实力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的现实处境。或许真正值得关注的，从来不是某一个奖项本身，而是演员在获得掌声之后如何继续前行。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在这个信息快速流动、观点不断碰撞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既是观众，也是传播者。如何在热度之中保持理性，在喜爱之中坚持判断，也许比任何一个标签都更重要。最后，也想邀请你一起思考几个问题。你认为被观众喜欢和被专业认可，哪一个更重要？在当下的娱乐环境中，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定义成功演员的标准？当媒体使用更夸张的表达时，我们应该如何辨别信息的真实性？如果你也关注娱乐行业的发展，欢迎分享你的看法。你的每一次思考，或许都在推动这个行业走向更加真实与成熟的未来。